我从小生于台湾，所以一直对于认同的感受是蛮模糊的。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国际上不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所以在很多场合中需要用一种比较暧昧模糊的方式进行国际交流。然后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其实也经历过不同政权的殖民，所以从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试图用表达模糊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我对于创作的思考。大概从2011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绘画创作，然后我记得第一件的油画作品，我其实用一种比较西方古典的绘画技巧来创作那件作品，然后我还定制了一个好像有点古典仿旧的框，然后把它展示在那个展览里面。然后我觉得我期待的是，观众其实在看到这些绘画的时候，他其实会有点不知道这些绘画作品的年代，或者是由谁来创作的。然后但他可能在记忆或者是一些深层的共感里面，他会有所感觉或者是对应。然后我觉得我绘画里面的主要题材，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者是对于很多社会议题的感受或者是回应，但我不会直接的使用太直接的画面或者是题材来表现这些想法。我反而比较喜欢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结构我每一次展览所展示的作品。所以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对于绘画的一些探讨，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文化的不同影响之下，我在思考可能台湾到底是会呈现出怎么样子的视觉或者是画面，可能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多元文化的某种密合，或者是混杂感这样子。我的创作其实跟我的生活非常紧密，却也有点距离感，然后处在一个我觉得有点暧昧的状态。为什么觉得紧密？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非常有关系。然后这些画面可能来自于我自己生命所遭遇到的事件，或者是对于社会议题的感受和表达，但我有时候会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来呈现。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寓言故事，所以我有很多作品其实是从寓言故事里面得到的灵感。寓言它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文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它其实不直接的去谈论事件的本身，但是它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诠释跟转译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某些状态跟概念。所以我觉得在我作品里面常常会看到用一个比较纵观的方式，或者是旁观的角度来结构我的对于画面跟构图上面的安排。我早期作品图像的生产方式其实非常直觉，我容易在日常里面看到某些动作和色彩，
物件，然后我自己在脑中就有不同的联想，所以我的作品常常处在于日常和非日常之间。然后我觉得我在捕捉的是那个交界所传达出来的感受。然后这也回应到我刚刚提到关于模糊的概念。我常常觉得这个状态之下，会回到某种集体潜意识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都好像是一个媒介，我只是把这些东西传达出来而已。然后近期的作品，我觉得，但随着时间的改变，我觉得在创作里面，其实也会有不同的面向的探讨。比如说像是近期的作品，我反而比较回归到现实，然后会参考一些关于日常的记录，或者是比较细微的观察和感受。在过去我也有参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而这些实际面的参与，其实也是我对于模糊和认同之间的探索。这些参与，我觉得到最后其实都会反馈到我自己的创作里面。然后有时候，可能翻漫画册啊，或者是听音乐，也会让我去连接我自己，蛮深层潜意识的部分。我觉得寓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我作品里面的世界观。这跟我一开始提到的暧昧和迂回其实也有关联。然后借由这种暧昧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糊的状态，我觉得其实也会呼应到我自己的真实，或者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真实。